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卡拉 OK 歌曲中共要管了啊；第二个是中国疫情进入阶段性的高点，次生性的灾难爆发啊。那么先讲这个卡拉 OK。文化和旅游部啊，8月10号发布公告。意思就是要把这个卡拉 OK 对曲目管起来啊，目的是加强这个内容管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建立这个卡拉 OK 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制度，10月1号实施啊。那么它印发了一个规定，叫什么呢？叫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啊。那么暂行规定有几条？第一个，这个鼓励啊，这个向这个提供商，这个内容提供商向歌厅啊提供这个积极健康向上的这个卡拉 OK 音乐，我估计就是红歌了啊，以积极健康向上啊，就红歌了啊。然后鼓励建立这个优秀歌曲专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啊，这就是红歌了啊，开始要推广红歌了。第三，禁止歌舞厅播放卡拉 OK 的内容包括违宪啊，危害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啊，这用歌曲反打，我估计是啊。然后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违反国家宗教，宣扬迷信邪教啊，宣扬淫秽、赌博、暴力和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教唆犯罪，违背社会公德，或者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侮辱诽谤他人啊等等啊，这一堆了啊。这是第四，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这个卡拉 OK 音乐内容的监督管理。啊，自己给自己授权他自己负责这件事啊，一负责这个事儿呢，就能弄钱啊，基本上就能弄钱。然后文化和旅游部负责建立全国卡拉 OK 音乐内容审查专家小组啊，建立全国卡拉 OK 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啊，那么就有很多违规的很多中共不喜欢的歌曲就进不去了啊。中国的歌厅有多少？5万家。中国最高峰的时候，歌厅叫卡拉 OK 歌厅有12万家啊，15年、16年的时候啊，有12万家。那么现在从12万家当跌到5万家，5万家。那么卡拉 OK 的歌曲有多少？现在点播系统里面。基础曲目10万首，那么打上。那么这个清单制度怎么制定呢？啊，他们就这个上报啊，地方文化和旅游部门发现违规曲目，上报这个文旅部，然后呢就提供，然后这个供应商自查啊，然后就文旅部呢负责对违规曲目认定。列入这个违规清单啊，他就出清单啊，然后就要求内容供应商建立内容自审机制啊，还要配备专业人员对这个卡拉 OK 音乐的曲目这个屏幕画面进行自我审查，确保卡拉 OK 内容来源合法，内容合法。它不仅仅是说那个音乐。他对那个画面要进行审查啊，觉得这个看不顺眼的，找些老头老太太来审啊。然后今年7月6号，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那么当时就透露啊，这个通过行业自审发现违规的曲目，有100多首啊。那么。这个规定一出来，网民起哄啊，骂说这个是不是要搞样板戏啊？
然后各种在 KTV 大家起立唱支山歌给党听啊，该管的不该管，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那么2016年，我印象中是2016年，当时的歌厅有12万啊，12万，现在都直接往下跌啊，跌到5万多家啊。那么这不是第一次中共去这个在卡拉 OK 这个禁播歌曲啊。2016年当时是什么呢？当时是版权问题，2016年闹得非常的大啊。那么下架了6609首歌曲，那么大部分是港台歌曲啊。那么比如说陈奕迅、邓紫棋啊、张惠妹啊，音协认为侵犯了版权，然后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歌厅的版权制度啊。那歌厅版权制度，音协又通过这个制度呢捞钱啊。中共的这个政府部门最擅长的就是先闹一件大事，然后通过这个大事建立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能捞钱啊。那么2011年，浙江省宣布37首禁止在这卡拉 OK 播放的歌曲，都基本上是台湾的啊，就是什么杜德伟的脱掉啊，这个 Hot Dog 的我爱台妹啊，认为是黄色歌曲，还有这个梅花不让唱，刘家昌的这个黄埔军魂不让唱，苏芮的牵手也不让唱啊，等等啊，据说是因为里面出现了陈水扁的影子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去年12月，传媒大学有一个项目组啊，发表了一个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它这里面说呢，2019年卡拉 OK 市场规模是1000亿啊，1034亿，占这个音乐产业的26%啊。那么现在卡拉 OK 火吗？现在卡拉 OK 还挺火的啊。那么晚上是年轻人，下午是老年人，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一线城市卡拉 OK 晚上都挺爆满。那么中老年人这个2019年10月份，口碑网联合这个饿了么发布的数据说，过去1年选择卡拉 OK 下午时段消费的50岁以上中老年比年轻人高20%啊。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卡拉 OK 要管起来，因为唱歌不能让你随便唱，唱歌涉及什么意识形态，中共对意识形态特别敏感。为什么？因为他要洗脑，洗脑最怕什么？洗脑最怕有杂质啊，杂质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所以他洗脑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呢，所有跟思想、跟思维有关的东西，它全部要管起来啊。你比如说啊，北京市教委出了一个《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能用其他的教材代替国家课程教材，就是全部所有的课程，从课本到教辅材料，全部都要政府审批啊，这是一块啊。所以你想啊，然后是这个求是发表一个文章啊，说去年秋天开始，中国在37所重点大学开这个习近平思想概论啊，37所重点大学，从这个去年秋季啊，那么今年的7月8号，教育部就通告，习近平思想读本从今年的秋季开始，就是9月1号开学，全国中小学统一启用啊，开始洗脑啊，习近平思想要洗大家的，用习近平的思想代替大家的思想啊，就是这样。然后是师政课啊，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教培产业的团灭
教培行业的团灭，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教材。这个教培行业的教材都不是统编教材，都不是中共过滤过的教材。那么这怎么行？那就要团灭啊。然后你看这个，很多了，跟思想清晰有关的，清理中小学图书馆啊，焚书坑儒，然后宗教音乐赶出中国的校园啊，宗教音乐赶出中国的校园，基本上音乐史就不用上啊，然后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形势啊。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啊，全方位的包抄，进行全方位的清洗啊，这个应该是下一阶段不断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就把这个突发性，这当做是一个突发性的新闻，跟大家播报一下啊，就是卡拉 OK 的歌曲要开始管起来啊。今天第二个主题，疫情，疫情还是重点啊，因为现在还在爆发。那么疫情现在进入阶段性的高点啊，次生性灾难爆发。8月10号，全国的疫情的情况，31个省确诊病例111例啊，其中境外输入28例，那么本土病例83例，其中江苏54，湖北14，河南7，湖南5，这个云南2，北京1啊，这个数据已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报这个数据呢，已经没有约束力，它基本上瞒报啊，瞒报没后果。我发现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但不过呢，我们虽然这个数据我不相信它，但这个地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你可以看浙江、江苏啊，浙江、江苏，然后是中间的这个湖南、湖北、河南，然后是云南。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江苏、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北京啊，基本上是这样。现在目前的这个疫情集中在这些地方，但这个数据呢，你只能够你知道它是假的啊。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知道啊，可以知道它的情形，什么情形？风险等级啊，风险等级。风险等级为什么可以看到它的情况呢？风险等级其实它并不反映病例这个疫情爆发。我们通常分析疫情，通常分析最核心的数据就是染病，就是感染的人数。感染的人数是非常清晰的反映疫情的这个真实的情况。但是中共隐瞒数据，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看什么呢？风险啊，目前中国现在8月10号，高风险等级的地区20个，中度风险的等级的地区204个，就等于现在是一个高点。当然我不能说它是最高点，因为你后面的发展你还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现在是个高点啊，就是去年这个疫情到现在是最高点啊，就是高风险等级有20个，中度风险是204个啊，就是这一轮以这个南京禄口机场作为新一轮爆发的开始。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现在那么上一轮是广州和深圳啊，上一轮是啊。那么现在的这个风险集中的地区是什么呢？江苏啊，江苏是高风险集中的地区啊。南京是禄口街道高风险。扬州呢？扬州有几个地区，扬州现在是比南京还要高风险。一个是湾头镇联合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双桥街道啊，双桥街道以南，文汇西路以北，维扬路以西，这个新城河路以东啊，它是一个范围啊，这个范围就扬州有2个高风险区域啊，河南是郑州啊，郑州是京广路街道啊，京广路街道就是京广路隧道所在区域啊，这是高风险区。还有一个是开封，开封是庄头镇，庄头镇是高风险区域啊。湖南张家界有3个高风险区域，所以湖南的张家界也是个爆发区域啊。云南是瑞丽，瑞丽是解告国门社区啊，这是瑞丽是个很典型的输入型，然后本地爆发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我们讲中国的疫情防控的策略有3个主要手段啊。第一个叫阻断啊，阻断是什么？阻断意思就是停止往来，就是停止人员流动啊。疫情嘛，疫情因为传染你人员流动会加剧传染啊。那么第一个就是阻断措施，把地区划分为高、中、低3个档次，它是拿来干什么的？它其实不是拿来给你知道这个区域是什么状况，不是的，它是拿来进行交通阻断的。我去那个区域，去不去得了？我怎么办？我查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被设为高、中、低3个风险档次？如果是中度风险跟高风险的话，我是不用去的，因为根本进不去。只有低风险是可以进去，但是低风险进去也是受限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3个风险档次的这个数据基本可信？原因是因为他要查，他让大家去查，所以他是这个数据是受约束的，他不会乱编，因为地图上有名字在那里啊。那么确定这个风险地区的这个等级有3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叫地域啊，就是通常是城市里面是用街道啊，那么农村是用乡镇啊，那么为基本单位，这是第一个维度，就是范围啊。第二个是时间，时间是以潜伏期14天作为一个单位，你这个地区发生了疫情，发生了确诊案例，它有多长时间了？从开始到现在，它设定一个时间值。你比如说，第一个潜伏期14天，14天过了以后，它这个风险就开始下降。它是按照这个来啊，这是就是时间啊。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疫情，就是多少个病例。当然，你这个区域病例越多，我的风险越高。基本上它是按照这个来维度。所以第一个采取的这个疫情防控措施策略就是这个阻断。阻断是以3个风险区域啊来衡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封停啊，封停就是控制居民的出行啊，前面是控制居民的往来，第二个是控制居民的出行。那么封停呢，就是有3个基本策略啊，3个基本策略，一个叫封闭区啊，封闭区是什么意思？在屋子里不能出来，足不出户。他现在叫的好听，叫足不出户，就是你就只能在房间自己家里待着，这是叫封闭区。封闭区呢，只要这个区域发生了什么？发生了确诊病例，小区封闭啊，叫封闭区。第二个叫封控区，封控区呢是阳性个案，就是你有阳性个案密切接触者，它暴露的区域啊，就是说你不是确诊个案，就是和这个病例或者是阳性个案有接触的人，你所生活的这个小区或者是工作场所，然后就是活动地点，你就被划为这个封控区。封控区呢是只进不出，严禁聚集啊。
那么然后就是147做这个核酸检测，关闭这个什么棋牌室、什么活动场所啊。封闭区是直接不能出门，封控区呢是派代表出去买东西啊，但是原则上自己在家里啊。然后就是防控区，防控区就警戒区，就是在封控区周边的区域设定这个防控区，它基本上是个，你可以看是个同心圆。封控区、封闭区在中间啊，周边就是周边就是这个封控区，外面就是防控区啊，3个区域啊。那么都会不断的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是第3个策略，就是把感染的人从这里面人群当中找出来。但是你可以看，中国其实在执行这个模型看上去很完美啊，从这个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说，模型看得很完美，但是执行很烂。为什么？办正事千疮百孔。那么次生性灾难就不断的发生，就是在这个当中发生。为什么？特别是封闭区，封闭区把人给，你现在在视频上可以看到，所有当初在武汉发生的事情，现在全部都在发生，在视频上全部，你在这个推特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你都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什么喊楼啊，什么就是这个本来说好了要送菜的，送菜送米送面的没送啊，没送就把别人给忘了，这不是在楼上饿着呢，在楼上喊的，这现在都在发生啊，都在发生。那么现在就是，所以你可以反过来看，只要他核酸检测大规模核酸检测，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又有确诊病例啊！你这就江苏扬州又开始第6轮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就是把这个感染的人，就是有症状没症状感染从人群中找出来。8月11号开始第6轮啊，这扬州要开始，扬州是现在疫情失控的一个核心的城市之一啊。然后是核酸检测的范围是邗江区、广陵区啊、经济开发区、生态科技城啊、蜀港到瘦西湖风景区全部居民，含外地在扬州的人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湖北荆州啊，有个地区叫这个字还真不知道怎么念。好吧，调整为中度风险啊，中度风险。然后扬州以下地区调为中度风险，广陵区邗江区经济开发区这就是要检测核酸检测，那就是又出了这个区域又出了新的确诊病例啊。然后广西这一下来一个狠的，8月10号开始。南宁市进行什么呢？进行这个2码联查。2码联查讲的是什么？一个是健康码，一个是你接种疫苗的标识。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那你的这个全市的这个企事业单位、医疗机构、车站风险区、养老院、学校、宾馆、酒店、商场、超市、银行、图书馆、文化馆、剧院、电影院、娱乐场所，所有的公共场合全部都需要二码联查。2码联查呢，就如果没有，那你就现场直接接种，不允许进入啊。这个柳州啊，现在是南宁、柳州、梧州、青州全部都实行啊。北海是9月10号开始啊，基本上是这样。这是广西就来狠的啊，应该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吧，这里面国产疫苗无效，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中间肯定是有利益啊。然后是第5， 8月10号，这个宁夏银川发到上海的 K359列车
从8月9号到15号停运。为什么停运？不说。通常是什么？通常是发生了确诊病例，就叫熔断。所以呢，你看，这就是瞒报。那你可以看发生这种事情，你就知道，在这个列车上，从银川到这个上海的这趟车上面，肯定是发生了若干个确诊病例，然后它就熔断了。所以他就说8月9号到15号停运啊，这是火车上的规矩，这是一个啊，他就不告诉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网上看的一个消息啊，江苏新闻广播937江苏新闻广播的报道，讲苏州有一个男子姓朱啊，朱先生呢就准备回安徽老家，淮南，结果呢，他的身份证也掉了，钱包也掉了，买不起这个火车票，那怎么办呢？走了上百公里，步行回家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吃饭啊。然后就到了这个句容和南京的交界处，进南京要持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当然他就没有，然后他又没有身份证，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在江边捡了一块小木板，然后把这个背包里放满什么呢？放满这个空的这个矿泉水瓶子，从上午10点钟开始横渡长江啊，这个人真的是很牛啊！当时正值汛期，这个江水湍急，这个男子在江里面晃来晃去啊，那当然可能是游的一半就没力气了。好在呢，传民报警，这个男子就被救上岸。那现在他终于回到家了，这就是当时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疫情防控的措施对老百姓的影响啊。然后你看，现在在视频上也能看到，这个扬州小区的这个居民也在喊楼，加油，扬州加油啊！这当初当初武汉也有人在喊楼啊，这个武汉加油，然后武汉就爆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疫情。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在扬州同时发生，但是8月10号到了8月10号，扬州这个封城足不出户，叫封闭状态，已经是第9天。要封多久？第一个潜伏期是14天。扬州当天已经新增个案是48个啊，疫情还在上升啊。那么八里金港小区有个女子跳楼啊，无法承受封门的巨大压力，跳楼自杀啊，这个在武汉也发生过啊。然后有人在微博上求救啊，说什么呢？说这个顾庄社区哄骗隔离人员去酒店隔离，说酒店条件好，你在家里条件没那么好，去酒店吧。结果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技校宿舍，环境脏乱差，没有热水，没有空调，蟑螂乱爬，被子发霉。然后隔离人员中有这个宝宝渴得大哭，派发的食物要看这个社区人员的心情才派发。那么社区人员先吃，晒了很久的食物，在派发的时候已经馊了啊。然后这个世纪园小区派发的食物，肉的都是臭的啊。那给这个社区打电话，直接就挂掉啊。然后还有呢，这个宝带新村的老太太不会打字，然后发语音在群里这个崩溃大哭。3个孩子没有东西吃，只能喝粥加盐，那很惨啊。食物馊了，有人吃了拉肚子，但是不敢不吃，因为饿，但又不能吃太多，因为拉得很狠。现在就这情况啊。那这是一个，就你可以看到，疫情来到一个峰值，现在峰值，往后走怎么样？现在很关键，现在是第9天。那么后面还有几天？这个潜伏期过完之后，它疫情新的病例是不是往下走？我不相信他公布的数据，但是我们继续关注什么呢？我们继续关注这个高风险区跟中风险区的数据。你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打脸啊，打脸。瑞士驻华大使馆8月10号，他们的在微博发了一篇文啊，怎么说呢？他说，过去几天内，多家媒体发布有关一位所谓的瑞士生物学家的新闻。我们感谢大家对我们国家的关注，但瑞士驻华大使馆必须遗憾地指出，这是一条错误的新闻。第一，瑞士没有任何登记名为 Wilson Edwards 的公民。第二，在生物学界也没有以该名字署名的学术文章。第三，发表评论的脸书账户在2021年7月24号刚开通，而且仅发帖一条，账户好友只有3位，该账户可能并非以网络社交而开设的。媒体和网民或许无意间转发了这条新闻，但我们恳请您立刻删除并刊登更正声明。这打脸，啪，打得非常的响。打谁的脸？新华社啊。8月初开始，新华社、人民网、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都转载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什么呢？这篇文章是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Wilson Edwards） 在社交媒体上的文章啊。这位爱德华兹说，一些科学家支持世卫对武汉肺炎的第一个调查报告，但他们受到美国的施加压力和恐吓。那么今年3月份，大家知道世卫第一次调查报告认为，这个病毒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的。但随着这个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啊，那么世卫要求进行第2次调查，然后中国不同意啊，然后中国官方媒体就开始拿着这个瑞士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兹啊，就大做文章啊，说这个爱德华兹在文章里面说美国正在试图诋毁第1阶段溯源研究的科学家资格，并试图推翻第1阶段溯源研究报告的结论。世界将陷入阴谋论和投机造成的不确定中。在这一轮的当中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基本上所有的官媒都已经发了这篇稿子。有官媒的源头是谁呢？新华社啊，新华社的来源是美国南太平洋之声广播电台7月27号的报道。这个南太平洋之声和这个斐济有个南太之声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但肯定地方不是一个地方，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斐济。那么这件事情呢，最终以瑞士驻华大使馆的这个声明作为终结。说明什么？说明新华社发表的这篇文章是虚构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瑞士所谓的生物学家，因为没有这个公民，也没有这个以生物学界也没有以这个 Wilson Edwards 为署名的学术文章，这哪里来的瑞士的生物学家呢？所以既然没有这个人，那这个文章和所谓的这些社交媒体的报道都是虚构的啊！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今年4月1号，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官方媒体编造了一个这个在新疆生活了多年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记者啊，这个记者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这个媒体工作经验，最后被法国《世界报》捏住，办了个现行啊。那么这次啊，这个瑞士驻华大使馆又捏住了中国官方媒体编造的这个所谓的生物学家啊，这是打脸，啪啪的打得非常的响啊。然后呢，这个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个网友翻出一段话，这段话呢是张文宏在张文宏大家知道，我就不介绍他身份了。张文宏在去年疫情初期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啊，这段话他这么说，他说
关于病毒来源的问题啊，医学院的学生都有一门必修课叫流行病学，这门课及格的话，就应该知道这次新冠的来源是哪里啊。如果不是医学出身，相信新冠是外国投毒，某种意义上我还可以原谅啊。专业人员还这么认为，甚至传播的话，我只能说他们不是学渣就是人渣。这是张文宏在疫情去年这个武汉肺炎在武汉爆发初期的时候，张文宏说的一段话，有人就把这段话翻出来。当时张文宏说这段话呢，大家都觉得没啥，因为当时所谓的这个外国投毒这个事儿，有人说一嘴，但是鬼都不信，大家都嗤之以鼻，觉得根本不需要反驳。那当时的张文宏就说了这段话，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放到现在这段话，张文宏就是违规啊！违什么规？中共的规矩。中共现在说什么？说是美国啊！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你把这个时间，把很多事情我们要把它拉长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中间的荒谬之处了，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提醒一下，请大家订阅我的脸书号跟这个推特号啊，那么能够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的视频下方都有我的脸书号和推特号 ，OK。明谢，麦猪谢谢，刘芳谢谢，姥姥王谢谢，唱歌也不准唱，话也不能说，门也不能出，这是叫人民装聋作哑，才是听话的顺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太难了。周雨婷谢谢，好久没见了啊。J 谢谢，观点 CCP 的目的很明确，简单。彻底摧毁大众娱乐和精神文明建设，社畜不需要有思想和想法，习近平就帮你们想好了。习近平有思想啊，大家不需要思想，也不需要有想法，习近平思想装在你的脑子里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他要干。中共一直在干这种事情啊。情况，昨天看到一网友在美国疫情新闻下留言说，美国疫情大爆发太棒了，我看了觉得这种人让人不齿。强国这些人的言论让墙外的人看了会觉得他们还是锁国好了。情况，8月9日，据中新社报道，上海将在所有医学院的本科阶段开设中医必修课程。这是习近平的爱好啊。观点，媒体批判张文宏和与病毒共存的评论，实际是死不承认疫苗无效。提问，台湾现在当疫苗覆盖率没问题后，就开始慢慢学英国不封闭。如今的中国为何一定非要清零？除了疫苗无效外，还是因为台湾防疫成绩表现太好，让 CCP 面子拉不下来，还是想证明举国体制优越？跟台湾没关系了啊。CCP 要清零，这是他的一贯的策略。原因没有别的，他没有疫苗，没有疫苗呢只能清零，不清零的话，那你有一个不就到处都是？所以清零是阻断。我跟大家讲，中共的这个疫情防控3个策略，一个是阻断，一个是封停，一个是核酸检测，就这3个，就三板斧，没有别的更多。付出代价的是老百姓和经济啊。清零是结果，目标就是清零，必须清零。为什么？因为没有疫苗，没有疫苗你不清零的话，那不就到处都是啊？结果就是这样啊。观点，谎言都玩到瑞士头上去了。现在中共已经不管国外舆论，只要把强国人民管住，不让他们造反，让他们一致对付境外势力，打民族主义牌，
才能保住岌岌可危的政权吧。OK， 观点：我在墙内一家企业工作，中层管理岗，5年前从来不缺人，但从20年开始考核人增，由于现在招不到人，于是我们开始造假。上报区域人数是138人，实际上是93人。为了 KPI 考核，中间有45人是假的数据。从这个就可以变相的反映中国人口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中国人的文化是一样的，企业文化和国家文化是相通的。中国报14亿人口，实际上可想而知。这个从社区往上面报，从社区往街道报，街道往区里面报，层层加码，这就是现在人口加出来的结果。观点 ：CCP 最近监管打击的都是本土不出产或者出产不足或者需要进口的资源，比如英语学习、咖啡、牛奶、艺术，目的是减少使用外汇。没有关，还是意识形态。中共最关心、最重视意识形态，为什么？大家想啊，老百姓不反抗，为什么？因为脑子里面不想反抗。14亿人，我们不说14亿人，12亿人，每个人反抗动一拳头，他就忙不过来。所以最重要的是管住思想，管住思想才能用现在的办法管住中国。所以意识形态决定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意志上摧毁你。那他洗脑的目的是什么？洗脑的目的从一开始你就不想反抗，你不想反抗，那他不就保住他的位置吗？观点：简单聊聊国内企业腐败。国企的腐败主要来自一把手及其背后的利益领导阶层，国企往往是他们谋私的工具，但其他人捞钱机会不大啊，这个非常对啊，非常正确。基本上就是一把手、二把手，或者是一把手和他周围的这些人能够捞到钱，其他人捞不到钱啊。那么民企比国企腐败，可以说全民腐败啊，因为没有监管，出了事，老板第一反应就是纸包住火，事后最多离职，一般不会像国企一样移交司法，因为民企老板通常有各种把柄捏在员工手里啊。我非常讨厌腐败，本想离开体制到民企大展宏图，结果跳进了个更深的坑。民企老板比政府官员要面子，更爱享受马屁。民企腐败，你不说别的，你就说开发商。开发商，你想一下，工程，通常呢，这个民企的老板呢，一些关键岗位就用自己人，自己老婆啊、小舅子啊、弟弟妹妹啊这些，让他们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其实他知道他收钱吗？也知道啊，就是比如说工程当然很多啊，你盖房子很多工程，土木啊，这个五金等等各种各样的工程，这都是钱。老板呢，老板怎么说呢？老板呢都会把关，但是你要是把完关之后呢，还能收钱啊，这就是要害啊，还是因为什么？他为什么老板把完关？比如说这到底是他还是他？最后老板定用这个用假定了，老板定了，这个管事儿的这个人还能跟他收钱，为什么？因为你还得给钱，他付钱付不付给他，什么时候付不好说，那怎么办？这个人就很重要，他还能收到钱。所以民企的腐败是各个层面的腐败，就是每个环节都会腐败。所以民企，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民企比国企还腐败。国企的腐败主要在一把手有权的一支笔上，民企是各个层面。所以这个民企的老板爱听马屁，这不是民企，所有的人都爱听拍马屁。为什么？人性啊，说你好听的，说你好，谁不爱？谁都喜欢。
国内民企赚钱主要是套路，主要套路是花钱搞定政府、国企、外企比自己大的平台和企业。之前供超市，以前是供这个超市快消品，比如说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欧尚等大型外资企业全部沦陷，跟超市做生意，从采购、这个仓储收货、理货员、门店科长、经理一路摆平啊，一个非主流品类签一个全国合同，一个小采购可以拿几十万。外资控制腐败经验不如国内的超市企业，所以我对国内民企很失望。只要赚快钱，不想精益求精，只能在国内豪横，出了国毫无竞争力，一定是这样。你说国企，你看看国企像这个什么，像华为的那更不得了啊！华为做手机，它那些量也走量。那一个小经理也是一堆的钱。提问：为何新华社发文经常发六删删六上来回蹦？你得说例子呀，你没例子我没办法打你啊，是吧？我不知道你说的，因为有些稿子呢，可能中间有纰漏，那发了又删，删了呢，改完之后，领导看完之后，改完之后再上，这都有可能。有些稿子呢，发了领导不满意，或者是其他人有意见啊，那个找领导说，那就先撤下来了，那就撤下来。很多原因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可能有政治问题，可能有事实错误，可能有影响不好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好说，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情况：山西18线小城，今天有某些街道办已经开着大客车到其他街道去，招揽没有接种疫苗人员去打疫苗，只招揽没有接种第一针的人员，并送资生堂的一瓶清酒精和一袋老陈醋。昨天发现确诊的小区已经开始喷消毒液，说明什么？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没有巨大的利益，他怎么会干这种事情？这基本上这跟拉生意差不多啊。情况8个月的钱，因为如果他仅仅是他的责任的话，他就不会开着大卡车跑到其他街道去拉这个打疫苗的人，那就已经在拉生意了。拉生意后面没有钱，他怎么会干这种事情？所以肯定打疫苗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啊。所以你可以看广西啊，广西那个很招，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越穷的地方，基本上你现在看打疫苗啊，越穷的地方措施越狠啊，就为什么挣钱动力越强啊？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啊，找时间梳理一下。情况8个月前，沈阳疫情对重点封控小区3天一筛查，挨户敲门采样，很好的避免交叉感染。现在扬州采样过程爆发了不止一次交叉感染，有合理有效的措施不采用，再次验证千疮百孔，滴水不漏。论断：另外，鄙人是轻度脑瘫患者，被列为接种疫苗禁忌人群，去打自费疫苗被拒。而我们有全国范围的脑瘫群，各地可打可不打的情况都有，又是千疮百孔。我认为是在实验阶段是根本没有实验这类人群，应该肯定是这样，他才不管，我专门为脑瘫人群去做这样的实验，我不相信啊！正经的疫苗他都不好好的去生产，还会专门为某个人群去做实验，我不相信啊！提问：王老师在微博上看几起打国产疫苗后
患急性白血病和脑出血的情况，网上也能陆续看到这样的信息，能否聊聊这个情况？这个情况非常的稀缺啊，有推特上有人在说，但是我没有看到，我有一些案例，有一些视频啊，说打了国产疫苗人躺在那儿，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不好说，因为这里面没办法确认。但是毫无疑问，你想国产疫苗打了10几亿，没有一个统计数据出来说这10几亿剂疫苗打下去有什么后遗症，有什么问题，没有说过。没有这个卫健委有没有数据？肯定有数据，但他不告诉你。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这个国产疫苗肯定质量很差，这个没有疑问，因为它没有保护能力，它后遗症怎么样也不清楚，所以现在没法聊啊，没有情况，主要是情绪和国内的亲戚聊天，告诉他们国内疫情管控失败，疫苗无效，阿里性侵等事件，说明中国整个社会野蛮，从上到下腐败，亲戚轻描淡写，上面太忙，管不了那么多。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无语，濒临崩溃，只能接受 CCP 洗脑技术世界第一。OK， 问题一直想不明白，请王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同样所谓的私企，同样都是官老爷俯首帖耳，同样都在内部设有党支部、党总支这些机构，为什么政府对腾讯和华为这2个强国行业巨头的态度有那么大的差别？黄友达，腾讯是私企，尽管被党渗透，但它不涉及命脉，还包括意识形态的业务被掌控啊，腾讯是私企啊，这个没有错啊，老板是马化腾。华为是私企吗？当然不是，华为是党企啊，甚至不是国企，是党企。华为是国企中的国企，这个长子中的长子，长子长孙，所以腾讯怎么跟华为比？比不上，一个是亲儿子，而且不仅仅是亲儿子。亲儿子中间受宠的那个，那么多亲儿子，这个是最受宠的儿子，所以，华为不是私企，华为我认为是党企啊，好吧？所以他们的待遇完全不一样。你看看孟晚舟，孟晚舟动用多少资源去救他，外交资源不算，现在连这个司法资源都动员起来，把这个加拿大人给抓住给他判刑，开始判15年，现在呢就上诉判你死刑，这违背中国自己的这个法律原则的。法律原则中国有个法律原则叫什么？上诉不加刑，就说你判了我15年，我上诉，裁决呢只能比15年少，不能比15年多。如果你比15年多，谁还敢上诉？一上诉你原来判5年，一上诉结果判10年，谁还敢上？谁都不敢上诉。所以呢，有个法律原则是什么？上诉不能加刑。这次呢，这个加拿大所谓的冰毒案，原来判15年，直接判死刑。你看，连这种事情都干出来，为的是什么？救孟晚舟。这个腾讯能跟他比吗？这不是党企是什么？这怎么可能是民企呢？开玩笑，那也不是他亲戚，对吗？情况这几天除了阿里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忽略，那就是关于防御的讨论已经分成2个阵营，一派主张清零，一派主张共存。为了这件事情，墙内网上已经打起来了。没有，我没看到打起来。那是海外自媒体的，我们叫什么？不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墙来的啊？原来那个卫生部部长叫什么强来的，忘记了。他那个饭桶草包，当年非典就是一塌糊涂，就他手上干的事情。他写了篇文章，谁还把他当回事？我不觉得有人
我不觉得有人谁能跟我说一下那个人叫什么强，原来的高强，原来的高强他又不是他连专业资格都没有，他凭什么说这个话？所以清不清零这事儿，而且我不觉得现在中国会在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你干嘛？你把自己给绑起来嘛，对吗？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清零当然作为你没有疫苗的状态，你肯定最终要清零，不清零你没办法，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清零就是解决问题，就是我这社区必须没有疫情，我才能够开放，否则的话我没有疫苗，我一开放有疫情，立刻马上就布满确诊病例，我怎么弄？根本就会崩溃。所以清零是阻断现有的这个疫情防控手段之下唯一的结果。所谓的与病毒共存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病毒没有办法全部清干净。清零讲的是案例，与病毒共存讲的是病毒，两个根本不是讨论同一件事情。打什么打？没什么好打的，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与病毒共存意思是什么意思？病毒你甭想消灭它，它已经在社区趴下来了，在全中国的社区都趴下来了。每年到时到后它就会爆发一下，就是有点像流感，你是不可能消灭干净的。清零是什么？我必须阻断它，我必须封停它，让病例消失，没有个人传染的病例，只要这个社区里面没有人感染，我才能够打开，我才能开放。这是两件不同层面的问题，根本不是打起来，打什么打？你打的是什么？提问：中国官媒引述假消息来源抹黑美国，遭瑞士大使馆公开打脸一事，是否中共以为瑞士是永远中立国，以为瑞士被无端成为造谣的一部分也不会出声？殊不知瑞士出门辟谣，直接指中共造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造谣，愚蠢呗。情况：昨天我80岁的奶奶接到公安局电话，叫她少去澳门，不准赌博。我奶奶基本上一年去澳门2、3次，一次在澳门待3、5天，小赌怡情。以前从来没人打电话叫她不要去澳门。自从2020年办港澳通行证加紧，只能人工办理，办理的时候工作人员也说少去澳门。现在连澳门也要管制了吗？我不太相信是因为疫情管制的这么严格啊。OK， 观点：病毒溯源的讨论对比去年春天和今年夏天的变化很耐人寻味。去年春天，大量中外科学家联名发文说，病毒绝不可能是实验室制造。现在大众关注疫情1年多了，恍然大悟啊，病毒是野生的还是实验室造的，均没有实锤证据，凭什么连质疑都不许质疑？于是乎，各种调查溯源开始。不过，以我猜测，中共一定能将真相悟到地球毁灭那一天，我才不信！啊！去年中国说不可能是实验室制造，今年就说是美国实验室制造，所以中国所谓的科学家根本就没有既定的立场，对不对？他悟到地球毁灭那一天，你想多了吧？啊，你想多了吧？啊！观点：引用权威让民众盲从，是传统文化写文章行文习惯之一。古文开头用子曰：“诗云，现代商业广告蒙牛牛奶，中国航天员指定用奶。”宣传机构也是如此，有权威引用权威，没有权威虚构一个权威也要引用权威，让人想起清朝两淮贾景的荒唐。OK。观点：中共这一轮的抛锅美国行动已经打了自己的脸。第一是否定世卫组织的实验室泄露不可能的论点。第二，
如果是军运会出现的，那么就把最早病例又提早了几个月，而且请把最早病例的资料公开，让大家查查，以证明其来源。情况补充，很多地区都在去外地拉人打疫苗，因为地方干部有考核任务，任务只计人头，不管哪里人都行。任务完不成，后果严重。现在不仅仅地方干部，包括事业单位的人员开始摊派打疫苗任务。情况跟一个副镇长朋友聊天，他说每拉一个人打疫苗可以报销200到300元。我问是不是医保出钱，他说医保基金根本到不了基层。又追问钱哪里出，他说想办法上票报销啊。我理解是从小金库里出，小金库有可能是维稳费或者是其他卖地的钱，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一定是有来源，这个来源一定不是地方政府的钱，理解吗？一定不是地方政府的钱，为什么？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去打疫苗。这个钱是从哪里来不好说，但肯定不是省以下地方政府，肯定不是区里的钱，也不是市里的钱，肯定是省或者省以上的钱，才会有这种效果。它肯定是两厢，这一头呢有好处啊，比如这个网友说这个报销2到300块，这是诱，另外还有一个害。就是你要是不完成的话，你后果就是2个，所以这些人疯了一样到处拉人，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中间肯定有好处，同时你不完成任务肯定有后果啊。观点：中国这样封城的话，中国经济今年年底看到各个行业的暴雷，我估计明年韭菜生活和情绪会达到极限，中共维稳的手段会达到历史高点。情况：我在接种点亲眼看到一个15、16岁的男孩接种后身起荨麻疹，救护大夫建议去医院问诊开药，家长想要个接种的单据都遭到拒绝。观点：黄家驹的《长城》是8964之后的歌曲，同期还有达明一派的《天问》，谭咏麟的《你知我知》，香港群星的《爱自由》等等，估计都是禁歌。OK。情况：灾亡真相不能告诉你，历史真相不能告诉你，疫苗死亡副作用不能告诉你，真新闻只能翻墙看，想上访只能拍视频发外网。情况：关于疫苗副作用，本人打国产疫苗，手臂起很多疹子，非常痒。我老婆打了以后精神亢奋，我堂姐打完头炸裂疼，我另一亲戚打后和我情况一样。提问：中共的疫苗至今仍然用炮弹打蚊子的方式打蚊子，不仅全民戴口罩，全民打疫苗，但是出了一例阳性，或者是有一个红码，还是一样锁门、关小区、封城。请问中共疫情价值观人命大于天，宁可封城，全民一轮轮的做核酸，也不愿意接受和疫苗长期共存的节奏，走的是中共背后推动的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中共在墙内的统治已无可动摇，为何他们仍然愿意以经济增长来换数字上的患病人数减少？你还没理解那个意思吗？和病毒共存这件事情是事实，你不管有没有疫苗，你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就你比如说现在美国社区里面也有到处都是病毒，就是武汉肺炎病毒。只不过呢，我们打的疫苗，这个病毒它没办法传播出去，这就是疫苗的作用。疫苗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抵抗病毒的感染。好，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情况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有感染个案，你没办法形成群体免疫的话，感染的个案会传播出去。当他和其他的人接触，这个人又会接触，马上这个疫情就会失控。所以不是说你现在封城不封城的问题，是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封停是个没有的选择。
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大家不要出去，戴口罩，除非大家能够非常自觉地保持社交距离，然后戴口罩、消毒、勤洗手，公共场合不断的消毒，就像什么？就像香港一样。香港实际上香港最后这个 SARS 当年 SARS 就自动就没有了，就香港当年是控制的非常好。中国社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零。你看一下打那疫苗的情况，你知道，人根本中国的根本没有，中国人是没有距离概念的。你往那一站，明明旁边都是空的，他非得站在你后头，贴着你站着，他没有距离概念，更何况我们讲的社交距离概念，那这更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如果没有疫苗，你基本上这件事情一定是疫情失控。所以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说，经济增长跟这个患病数据没有关联，这件事情在中国没办法实现。美国没有疫苗的时候，我在美国生活，没有疫苗的时候，我也不恐慌。为什么？美国的社区，当然它市中心也有高楼大厦，也有这个高层建筑，但是基本上是要么独家独户、独院，要么就是 townhouse， 一栋若干家，它和它的密度没有那么高。只要你注意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回来消毒洗手，然后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就保持距离，然后你没有堂食，对吧？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这个超市里面控制人流控制，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里面人不多，大家都自觉保持距离，然后这个超市里面有很多的消毒的液给你就擦一擦，不断的擦一擦。我不觉得有任何的恐慌的情况，但是这件事情在中国会不会这么发生？一定不会。我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一定不会。为什么？一栋楼上去上万人在里头，你说怎么弄？全是电梯，电梯全是封闭的空间，电梯有没有人洗？在香港不是，香港的电梯，你真的说，哎，通知每隔15分钟擦一次电梯的这个按钮，它真做得到，香港真能做到。中国能做到吗？绝对不可能，我不相信，再高档小区都做不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看在 SARS 的时候，香港真的能做到所有的扶手电梯每隔15分钟就有人来擦，用酒精、用消毒水擦一遍，但是能够控制，真能控制得了。但是这次我不觉得他们控制了。观点在政治上，中共也必须坚持清零的策略，因为这是他过去1年多构造出来的宏大叙事，是让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基础。清零呢是结果，清零是结果。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如果你要讲疫情，就讲疫情。中国现在也没其他的选择，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选择。中国最烂的是什么？就是在你清零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讲。一个是我讲中国的防疫手段3个：核酸检测、阻断、封停。封停的时候把人饿死，把那些病人给封在家里，最后病死。中国在武汉发生，现在在扬州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然后这是社区干部通过这个封停的情况来挣钱，这是一个。然后是封停这是封停，还有就是阻断。阻断的结果是什么？经济停摆。只要你阻断，你比如说车辆不能通行，那你运输，你工厂肯定是要停下来。阻断就是对经济的打击。然后就是什么？核酸检测交叉感染。所以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情况就是你设计的这个方案没有考虑什么？没有考虑执行过程当中的问题，所有都是执行过程当中的问题。为什么？中共的国家治理很烂嘛，你整个的系统是非常烂的嘛，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们讲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支持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支持封停别封我，封他就行，我完全支持，最好全封上，别封我。中国人是这个问题，中国人不是说封不封停封别人的时候他非常支持，别人哭爹喊娘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笑话，到最后呢，结果他自己也封在里头的时候他就哭爹喊娘，那其他人在看笑话。中国人就是这样的问题。提问：如果孟晚舟真的被引渡到美国，中共真的敢对判死刑的加拿大人执行死刑吗？不会有后果吗？加拿大不管吗？国际社会不管吗？我不相信他不用承担后果。我认为绝对认为他会要承担后果。如果他真敢这么干的话，真的是这样。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敢干，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一大堆的博弈在这里头吧，就可怜这个加拿大人被夹在中间。性质，关于华为企业性质，我跟一个搞通信的朋友聊起华为是否民企，他说自己跟华为打交道的时候就知道华为不是民企，因为很多华为高层都有军衔。情况，昨天美国 COVID-19 溯源报告出来，网上可以下载，还有贴心的提供了官方全中文文本。于是央视新闻播发了八大恨讨伐檄文。美国是全球第一个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呱啦呱啦呱啦。这个做法太逗了。我觉得这不是新闻联播是刊登，应该是人民日报、人民网上面的东西。这就有点疯狂了声嘶力竭，疯狂。中美关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观点，不承认，不论中共承不承认，都要彻查五毒所，让中共这种无法无天、人定胜天的政府再胡作非为有所顾忌。OK， 情况，扬州的检测点已经出事了，这样的集中检测出事是迟早的事情，是这样的。好，明谢 HJ1985，谢谢。唐伟，谢谢。刘艳，谢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